2008年，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一个18世纪东正教隐士居住的山洞里，找到了一节大约属于5岁小女孩黄豆般大小的指骨化石。除此之外，就只发现了一些石头工具以及动物骨头制成的装饰品。由于这个区域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化石，所以起初并没人抱有任何的期待。直到2年后，科学家们通过母系线粒体 DNA 的分析发现，这块骨头竟然既不属于现代人类，也不属于我们熟悉的尼安德特人，而是来自一个我们从所未见的古老人种，或者说这是地球上出现过的第3种人类，并将其以那位隐士的名字命名为丹尼索瓦人。那他与前2种人类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定答案，不过根据推断，3者都有可能来自德国发现的海德堡人。大约在50万年前，海德堡人中的一批率先走出非洲，之后在欧洲演化成了适应寒冷环境的尼安德特人。著名动画片《疯狂原始人》就是讲述着他们的故事。而那些没有走出去的海德堡人，则可能在20万年前演化出了我们这只智人。随着后来少量的尼安德特人回迁非洲，并与智人发生杂交，以至于今天世界上无论非洲内外的所有现代人类都留存了他们1%到4%的基因。那么丹尼索瓦人呢？由于他与尼安德特人有着相近的表亲关系，所以我们同样推断他也是大约30万年前从欧洲海德堡人里分化出来的。之后便不停地向东迁徙，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一路上仿佛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直到今天西伯利亚那个微小的线索被发现为止。基于普遍存在的远古人类杂交现象，我们继续从目前人类的基因组中分析，结论更加出乎意料，在西伯利亚所在的东北亚广大地区里，并没有发现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放眼整个中国、东南亚甚至欧亚大陆，也都一无所获。唯一出现这种基因的，竟然是远在大洋洲的新几内亚和澳洲，尤其以新几内亚土著携带的最多，加上他们本身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其古人类基因占比高达8%，又一次刷新了人类的认知。为什么偏偏是这里？最初猜测，也许与前面提到他们的 C 型祖先们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有关。这批人类一路上与尼安德特人有过杂交，直到抵达印尼附近，可能才第一次遇上了丹尼索瓦人。而当后面的智人走出非洲时，这些古人类已经灭绝了。那为什么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一直都锁定在萨胡尔板块附近呢？19世纪的博物学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相同的条件下，在印尼周边附近的栖息地上，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物种。于是根据它们分布的特点，划分出了著名的华莱士分界线。界限西边的动物偏向于东南亚，而东边的则更偏向于新几内亚和澳洲。随着20世纪人类对海底的探索，突然注意到这条华莱士线正好与海平面下降120米左右的陆地海岸线惊人一致，而这个深度也大约是冰河时期海平面下降的高度。也就是说，几千万年来，2个大陆家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至少50公里宽的海域屏障，阻止了两边飞禽走兽甚至部分植物的相互往来。而且这条边界也几乎与丹尼索瓦人基因分布的边界重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比那批5-6万年前的 C 型祖先还更早越过华莱士防线呢？这条防线可并非浪得虚名，想要穿越它，就必须先学会海上的短途航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也许丹尼索瓦人才是人类的第一批航海家吧。那么当年现代人类又是如何穿越这里到达澳洲的呢？当时的 C 型祖先有2种途径可以进入澳洲，一个是通常所说从新几内亚进入最北端的约克角，另一种可能就是到达今天的东帝汶后，踏入冰河时期露出的澳洲北部大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始终不愿意往回迁徙，几万年来一动不动，于是才造就了2个族群，无论是从基因还是语言，都在这个世界上独树一帜。这可能也解释了澳洲与新几内亚土著基因里37000年的差异吧。关于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研究才刚刚开始，一切都还笼罩在迷雾之中。这也许是因为当年丹尼索瓦人就像 C 型智人那样，是以沿海迁徙为主，而海平面上升一样淹没了寻找他们的线索，所以在过去的10年里，能够找到的化石屈指可数，仅仅还是那节指骨、3颗牙齿以及少量的碎片。
此时人们突然回想起，在1980年甘肃省夏河县，曾经也有一名山洞中修炼的藏族僧人发现过一块人类的下颌骨化石。当时地质学家只是觉得它非常独特，却没有深究下去。沉寂近40年之后，终于在2019年被确认属于16万年前青藏高原上的丹尼索瓦人。今天藏族同胞对海拔的适应力，可能就来自于这种古人类的基因里上调血红蛋白补偿缺氧状态的特点。只拥有如此少量的化石，是无法通过传统的方法来定义丹尼索瓦人的外貌的，所以它也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只存在于 DNA 里的古代人类。直到近年来表现遗传学的发展，才开始给了我们一些想象的空间。就在刚刚2020年4月，科学家们又在冰岛人身上同样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看起来一切都在缓慢的突破中。然而，基于人工智能的遗传研究又有了新的发现，现代人类基因组中其实还存在着另一个未知的人类物种，它又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拭目以待。